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的演技能撑得住这个造型吗？赵丽颖最新爆款的白色眼线和脏辫发型，大胆前卫，一改以往的风格，一副霸道硬朗的样子。但赵丽颖的演技能撑得住这个造型吗？客观地说，赵丽颖今天的状态90%以上要归功于同龄人的拉当功，我会称之为时机和爆炸性的身体运气。这是一个有火的生命，没有竞争。不可否认，她的脸庞美丽可爱，她的努力有目共睹，对个别类型角色的刻画也很出色，但这些都不是让她成为大明星的原因。回到演艺圈，赵丽颖显然天赋一般，天花板也比较低，这是与生俱来的，没有办法。她去新明珠试镜，不会背台词，也不会哭，但后来在剧中表现不错。这分明就是那种在幕后埋头苦干、即兴发挥能力极差的努力型演员。如果不是她赶上了流水时代，在大家都在划船和偷懒的时候，她作为演员的这条路会非常艰难。毕竟，按照常识，你爬得越高，你就会找到越多有才华和努力工作的人。但她的幸运是，这是一个常识被打破的时代，她走得越高，拉当的人就越多，这反过来又让她变得珍贵。其实，在新明珠中也能看到这样的迹象，之前的琼瑶女 M 们都演得过分了，漂亮的泡妞，这也是琼瑶不得不凑合自己选的女演员的时候了。当她没有出名的时候，当她还不够红的时候，她研究了自己的生意，想着如何把她演好，如何让她的角色脱颖而出，这是她一直在努力的事情。再就是陆枕，跟她很亲近，因为很适合她，所以她有优势。还有楚乔、花千骨、明兰在宅斗部分，当她走红的时候，明星的光环无法去除，所以她什么都玩一样，没有刻意去揣摩角色。像周迅这样真正优秀的女演员，在她的戏剧和电影中，可以脱掉她的明星气场，扮演一个普通人的面孔，塑造她的性格。在知府，她数次被对手碾压。齐衡、老太太、丹阳子、莫兰、盛虹，甚至她的丈夫都将她挂了。她有点太小看致富这个生活剧了，这不是偶像剧，混混可以扮演角色，偶像剧是酷剧，致富是需要沉淀的生活剧，需要自己设计细节。到现在的明兰是这样的人，面对初恋，面对家人，明兰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反应？不是她的明星赵丽颖，这是不会让人心动的。知府中的许多配角都是教科书式的人物，丹阳子、盛虹、齐衡都凭借这部剧将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但在这部大女剧中，明兰有很大一部分是不被支持的。明兰和外婆道别，外婆的举动动人，丹阳子和盛虹也起身跟了上去。镜头还给了妈妈留下的嫁妆手镯特写，将整个煽动的气氛推向了高潮，明兰却无动于衷。这一段太没有必要了。赵丽颖在宅斗中的一些片段都播放的还不错，但情感剧的表达却很不充分。总之，我个人认为，赵丽颖虽然不是很有天赋，但在普遍不那么有天赋、没有上进心的85中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已经把自己做到了中上水平。她之所以能排在第一位，重要的原因是观众被那几位一直在顶但演技火爆的小花麻木了。那是运气，那是天赋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资历平平，但去微软总部，发现高管也基本有250人，所以你当上了总裁。谁不想要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呢？当然，你是微软的总裁，并不能证明你有多优秀，因为生意是有目共睹的。你永远都是那个平庸的合格，你是命运之神眷顾了你。02王一博8月剧连载惊喜，陈宇、吴镇峰极致拉力，演技提升神速。
夏季缉毒剧《冰与火》讲述了吴振峰和陈宇这2位缉毒警察潜入贩毒集团，并最终将其消灭的故事。3年前，吴刚被贩毒集团的 K 杀死，其儿子吴振峰因鲁莽不守纪律被部队开除。他们2个被劫持了途中，吴振峰被毒贩带走救陈宇。3年后，陈宇成为一名缉毒警察，没想到吴振峰回来并卷入了一起谋杀案。吴振峰嫌疑清白，但他陈宇发现自己与贩毒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为了彻底歼灭贩毒集团，陈宇听从上级安排，脱下警服，开始新的禁毒生涯。王一博饰演陈宇，陈晓饰演吴振峰，剧情紧凑，一滴不漏，最新一集更是精彩，全程高水准，不浪费一幕幕。我会认为这个人有问题，那人一会有问题，大脑 CPU 就会坏掉。尤其是这个错身，陈宇和吴振峰的错身太文艺了，感觉就像在看《无间道》，天知道我有多爱这种拉扯。峰哥把手机扔到山谷里， BGM 响起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陈宇在扔掉手机的那一刻，气势磅礴，就像一个孤独的英雄，独自行走在黑暗的小巷里。在这部剧中，我改变了对王一博的看法。他的演技是肉眼可见的，他有力量，有脆弱感，有人民警察的正直。陈晓饰演的吴晓峰演技也很出色，将长期处于黑暗角落的萎靡和颓废带到了演出中。很难想象我的顾大师和吴振峰是同一个人。2位演员的精彩表演体现了毒警和无名英雄的艰辛和艰辛，也告诉我们，在禁毒道路上，只有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才能守住胜利之光。与陈宇、吴振峰一起向逆光而行的禁毒英雄致敬。希望2位演员有更好的作品，更美好的未来。最后，小白还是想说，抵制吸毒者的卷土重来，他们花在毒品上的每一分钱，都是击中缉毒警察的子弹。欢迎点赞、评论和讨论。